朋友，你有沒有想過，這世上的很多事，其實都有它心照不宣的潛規則。當你真正看懂了，你會發現，過去那些讓你困惑、讓你跌跟頭的地方，瞬間咱們就好好聊聊這些，讓你在社會上少走彎路，活得更通透。第一，咱們先說說人際關係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上層社會的人總是互相吹捧彼此成就，這不是虛偽，而是人家門兒清，對方有實力，真要是撕破臉，誰也討不到好。所以，互相幫忙、合作共贏才是聰明之舉。可到了底層的，為什麼就成了互相拆台、彼此消耗？說白了就是覺得反正你也就那樣，我踩了你，你也翻不起什麼浪花。這才是人性最真實的底色。二，想讓自己快速成長，我給你支一招叫閉關模式。找個安靜的地方，除了吃喝拉撒，把所有外界的干擾都切斷，手機靜音，社交斷聯，就盯着一個困擾你最深的問題，拼命查資料，使勁琢磨。別小看這短短1-2個月，它的效果可能頂你渾渾噩噩過上好幾年。一看比爾蓋茨當年掌管微軟的時候，就經常這麼幹，每次閉關3周，出來後總能有驚人的突破。三，再來說說咱們的焦慮。你有沒有想過，你爺爺奶奶那輩在農村站穩了腳跟，你爸爸才有了進縣城的機會，你爸爸在縣城拼搏，你才能有機會去省城發展，等你到了省城，你兒子才能有機會去1線城市，一代接一代，整的每個人都是這場家族接力賽中的一員，誰都不能掉鏈子。養孩子可不是為了給自己找個養老保險，父母也不是永遠的港灣。一個家族的興旺，那是好幾代人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，就像貴族，至少得3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立足。4，跟人打交道得學着點，別人的缺點你知道就行，心裡有數，別到處嚷嚷，但別人的優點一定要看在眼裡，不吝嗇誇獎。那些總挑別人毛病的人，到後來會發現這世上根本沒有可用之人，而那些善於發現別人優點的人，反而能做到天下無不可用之人。最高明的方式是連缺點都能巧妙地利用起來。5，別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指望他們鯉躍龍門來改變家族的窘境。孩子命運的起點是你給的，你自己一把年紀了還討厭學習，工作上稀里糊塗，對孩子沒耐心，成績一不好就抱怨，甚至還動輒打罵。很多人是出活反了，自己不當個好榜樣，卻指望着孩子能成才。正確的順序是，老爹你得先混出個樣來，你混出來了，孩子稍微一努力，就能甩開90%的人。如果你自己都一事無成，孩子再怎麼辛苦，可能也只能在贫民区裡打轉。6，想改運嗎？有句話說得好，1命2運3風水4積陰德5讀書6名7相8敬神9交貴人10養生11擇偶與擇業12趨吉與避凶13逢苦要無怨14不固執。你把這善惡順序倒過來讀，那就是改運的真經。7，咱們身邊很多人其實就像遊戲裡的 NPC， 他們沒什麼太強的自我意識，一輩子就陷在出生結婚死亡的千年循環裡，世世代代做着差不多的工作，他们的存在是為了維持世界的運轉。但總有那麼一小撮人，他們生來就帶着覺醒程序，在青年時期突然開竅，打破了出身的限制，衝破了思維的牢籠，去完成自己與生俱來的使命。籠子是關不住那些有自我意識的鳥兒的，所以別去跟 NPC 們講這個世界的秘密，他們根本理解不了。8，高手都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成功捷徑，到一個新環境，先摸清楚核心權力在哪兒，然後想方設法靠近那些手握權力的人以及他們身邊的人，用些小技巧引起他們的注意。你要是沒這個意識，只會埋頭苦幹，不知道抬頭看方向，那真是浪費時間和機會。離核心權力越遠，你就越容易被埋沒、被邊緣化。能力是你的底線，但被牛人看中，你的上限就高得多了。當你靠自己實力拿到一些權力，記得趕緊培養自己的圈子，穩固你的地位，但千萬得搞破壞、搞背叛。別人擁護你是因為你給他們帶來了價值或者目標一致。那些離核心權力、核心資源遠的人，可能一輩子都起不來，除非有貴人願意培養你。要是貴人不培養你，甚至還阻礙你，那就趕緊換個人去跟隨。9，別對任何人期望過高。如果你相信人性本善，那你這輩子可能會痛苦不堪；但如果你相信人性本私，那反而可能活得更幸福。利益衝突越大，你越能看清人性。所以，與其對別人寄予厚望，不如多想想自己有什麼價值。如果你自己沒什麼價值，整天就知道談情說愛，那對你對別人都是枷鎖，口袋裡空空如也，還天天拿道德、良心、面子當借口，那可真是傻得透徹。你的口袋決定你的臉面，你的實力決定別人對你的態度。當你足夠強大，整個世界都會對你和顏悅色。如果你自己放棄了成長和事業，荒廢了人生，卻反過來怪伴侶淘汰你，怪老闆不要你，那真是弱者的表現。一定要讓自己更優秀，這樣才能拉高別人傷害你的成本。10，駕馭人心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去管控，而是要讓對方對你產生報恩的感覺。當你準備用一個人才的時候，不妨先讓他收下一筆不該收的錢，比如該給的工資，你多給他5%，這多出來的5%就是你的領導力，他自然會琢磨着怎麼回報你。如果跟着你的人賺不到錢，你對他再好都沒用，你喊他親爹都不行。11，你的出身
可能只決定你人生的前20年，但你身邊的圈子卻決定了你未來的一生。你經常來往的5個人，他們的平均收入很可能就是你的收入，所以要學會借別人的知識，借別人的資源，借別人的經驗。就像造船過河不如借船過河，或者馬無夜草不肥，人無外財不富。如果你能抓住一個厲害的人，緊緊跟着他，很可能2年就能飛黃騰達，從此衣食無憂，這才是草根逆襲的真相。12. 想學會馭人之術，這得洞察人性的本質，識破人性的弱點，然後用利益或者利用來達到你的目的。給別人恩惠，要恩自淡而濃，從一點點薄禮開始，慢慢加重，這樣別人才能一直記着你的好。如果一開始就給的特別重，後面卻越來越淡，那別人很快就會忘了你的恩情，樹立威信。要微自嚴而寬，一開始先嚴厲，後面再慢慢放鬆，這樣才能讓人既畏懼又尊重。如果一開始就寬鬆，後面卻突然嚴厲起來，那別人只會怨恨你的冷酷無情。而且無論是施恩還是立威，都別太頻繁。人的慾望是無底洞，習慣是無邊的大海。施恩太多容易讓人產生依賴，一旦停止反而招來嫉恨，發威過多也會讓人習以為常，不僅威力減弱，還會讓人心生不滿。13. 關於原創，很多人自稱有原創思想，其實往往是沒見識，太愚昧。如果真有什麼劃時代的原創思想，你早就拿諾貝爾獎了。那些自以為原創的人，只是因為沒讀過前人的書，不知道自己思考的東西早被前人想了無數遍，也寫下來了。任何創新都是先學習前人的成果，借鑑別人的經驗，然後進行微創新。沒有知識和經驗的沉澱，憑空搞出顛覆性的從0到1的創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只有對某件事物、某個領域研究得非常深入透徹，才有機會觸發靈感，做一點點微創新或差異化。更何況，原創並不代表人們需要，是不是原創更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，能不能滿足人們的剛需和即時需求。14. 真正開竅的人有幾個共同點。第一，他們明白賺錢的核心是價值交換，而不是簡單的努力工作。第二，他們懂得金錢的本質是流動，錢只有動起來才能賺到錢。他們把錢當工具、當能量、當資源、當禮物。第三，他們明白了時間的重要性，開始珍惜時間，因為時間就是生命。他們懂得去做有意義的事。第四，他們看事情能看透本質，做事遵循規律，留在本質規律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方法論，做到以道馭術。第五，他們看透了社會法則和人性真相，明白這兩者不光互通，還是彼此捆綁的。順應他們就能順風順水，榮華富貴；挑戰他們就會多災多難，寸步難行。15. 當你越來越專注自身，不斷精進的時候，你會變得越來越清醒，整個人的氣運會進入一種排毒狀態，長達1-2年時間，也會攀登到一個新台階，會跟很多人告別，會突然想通很多事情。人的氣運之所以不順，就是沾染了太多污漬的磁場。當氣運逆轉過來，就會自動屏蔽小人，很多爛事也會避你而去。一個人把毒排乾淨了，他的臉色氣色都會好很多，生活也會進入一個清爽的狀態，下一步還會遇到好人，產生正循環。只有從污泥中爬出來的人，才會真正明白正常的生活是什麼樣的。16.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認知買單。愛因斯坦說過，想解決問題必須站在問題的更高階段，而不是陷入問題本身。當我們認知升級之後，不是找到了答案，而是問題不見了。認知高的人，每分每秒都像金錢一樣寶貴，這麼不會搞無謂的內耗，遇到問題就找解決辦法，實在解決不了就放下，繼續前進，發展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。而認知低的人，每分每秒都充滿惆悵，不斷的搞無謂的內耗，把自己的人生經營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。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認知買單，成長的開始就是敢於直擊自己認知的命門。17. 人生最關鍵的2個修煉，一個叫聰明，一個叫傻。選擇方向時，一定要足夠聰明，花大量時間去思考、去布局。正確的選擇永遠大於盲目的努力。但方向選好後，接下來你就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傻子，傻傻的執行，不要受任何外界影響，也不要去管離結果還有多遠，忘記一切，就是傻傻的往前衝。那些太過小聰明的人，看2下沒看到結果就放棄了，而太過傻的人呢，從沒思考過方向，他們很努力的在錯誤的路上做着愚蠢的事。就像大清的義和團拿着大刀長矛去對抗洋槍洋炮，最後連對手的影子都沒摸到就被擊敗了。一切失敗都是因為你學錯了東西。18. 人有衝天之志，但沒有好的時運，也難以實現。你不可能年年月月都有機會遇到貴人，獲得資源，所以當運勢來了，做事順風順水的時候，一定要大膽的去爭取利益。但如果大勢已去，再聰明也難有成果。在不得志的時候，你也不應該懶惰，白白耗費時日。相反，你應該趁着沒那麼多事情的時候，好好積累某個領域的知識，把它積累到極致。記住，沒有實踐的叫知識，實踐出來的才叫經驗。所以，沒機會實踐的時候，就踏踏實實的積累知識，多讀書，多上課，多請教專家。真正的牛人都在默默等待時機。
19. 別給人作惡的機會。有人找你借錢，你看他可憐，借了，結果半年後去要，他直接關機拉黑。你說這是我們錯了還是對方錯了？以前我覺得是對方的錯，現在我覺得是我們錯了，因為我們給了別人作惡的機會。真正的高手很少給別人這種機會。得罪人的事，早得罪比晚得罪好。如果有人找他借錢，他會直接說等我手裡有錢了就借給你，對方秒懂，彼此都節省了說廢話的時間。有時候不是壞人太壞，是因為我們太好，我們不傷害別人，不代表別人不会算計我們。順應人性才能走得更遠。20. 普通人眼裡的為人處事，就是討好別人不得罪人，把自己放低，把別人捧高，谄媚奉承、崇拜、誇讚、妥協、和氣，在公共場合捧別人，低頭彎腰，敬酒到場了，開車門注意着裝，懂禮貌，寧願委屈自己也要陪笑臉，壓制脾氣，這叫為人處事嗎？這只是基本的禮儀和常識，遠遠不夠。真正的為人處事，是你要分析自己的強項，找到自己的優勢，不斷地加碼強項和優勢，然後設置好自己的原則、底線和框架，用來篩選合適的人，剔除不合適的人，用自己的價值和能力吸引別人來交換資源，讓別人覺得你值得。你越是低三下四、委屈退讓，越沒實際本事，就越沒人珍惜你。21. 奮鬥一定要趁早。如果超過20歲，你還沒意識到拼命工作賺錢的重要性，還沒摸索到瘋狂工作帶來的沉浸式快感，那慢慢的你就會越來越混日子，變得懶惰、貪玩、安逸。千萬別被那些勸你過慢生活、平平淡淡就好的人洗腦。這些人自己混得不好，就找理由勸別人也別上進，要麼就是故意釋放這些信息，讓年輕人早早就沒了鬥志，失去了鬥魂，好給少數人打工，被榨乾青春和精力。工作和事業你得愛上它，高效賺錢的法子你得找出來，並愛上它，別盲目安逸混日子，養家糊口、交朋友、幹事業、照顧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，裝裝件件都得花錢。幾千塊錢買你1個月的人生，你能忍10年、20年？你一生就如此廉價嗎？幹事業工作，要瘋狂積累絕對實力，瘋狂釋放價值，源源不斷地為更多人解決問題痛點，滿足他們的需求，從而換錢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。有錢的人可以享受生活體驗經歷，你看看你的賬戶餘額，是不是應該認清現實了？工作幹事業賺錢吧，家裡一大家子人還等着你照顧呢。22. 一個人狀態好、心理健康，往往是因為他受過的挫折和他的心理容量比較適配。很多成功者在工作中沒遇到過什麼奸邪之人，身邊也環繞着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所以信念保存得很完好，一氣呵成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取得了很大成就。他們的一生都会光彩夺目，而那些被苦其心志、勞其筋骨、餓其體膚、空乏其身的人，熬出頭來的只是極少數。他們遇到糟糕的公司老闆、父母、伴侶等問題，都要大費周折地去克服、消化、重建。只有超常能量的人才能恢復元氣。大部分人早已千疮百孔。人生就2種狀態：不經挫折永天真，歷盡千帆歸來仍是少年。所以世界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，永遠要尊重他人，不要瞧不起任何人。你可能只是比別人幸運，不要認為比你差的人都是不夠努力。23. 真正的成長可不是聽懂了那麼簡單，它是一個從學以致聽到學以致思再到學以致用的過程。真正的成長是先进入優秀的圈子，跟对人，學對東西，再加上大量的實踐。10%的時間用來學習，90%的時間用來實踐。很多時候，人與人的差別就在於輸出能力。有的人聽了1節課，立刻就能出去實踐，賺個幾千塊；而有的人學了很多年，仍然無法變現，只是感動了自己。這從不用結果來檢視自己的進步，從不用進賬來衡量自己的努力是不是真努力。最後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市場淘汰的。24. 人和人一生下來就不平等，人的競爭是幾代人的競爭，不是一代人的競爭。別人的祖輩父輩年輕時在做什麼？你的祖輩父輩年輕時在做什麼？憑什麼要平等？幾代人的拼命才攢下足夠的資源，才能撐起一代人的崛起。絕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意識，所以每一代都幾乎是從零開始。別人的家族是厚積薄發、大器晚成，而你的家族每一代人沒什麼積累，傳承的時候往往清零，沒什麼能留給孩子的，讓孩子稀里糊塗的在社會上從底層摸索，拿什麼跟人家競爭？那些一無所有還說兒孫自有兒孫福的人，都是不負責任的傻瓜。別人的孩子從小到大接觸的是什麼教育、什麼思想？你的孩子接觸的又是什麼東西？25. 咱們來看一個瘋狂的資本遊戲。河南新財富集團的實供人呂某，也就是呂毅。為什麼說他聰明呢？因為在暴雷的6家村鎮銀行裡，你根本找不到呂毅的名字，甚至河南新財富的股東名單裡也沒有他。這個人把影子股東和高管代持玩到了極致，層層剖析下去才發現，他已經悄悄入股和控制了10多家村鎮銀行。為什麼說他聰明？因為他懂得利用互聯網，正是利用百度、京東、小米這些互聯網公司的借貸平台，才讓原本只能在本地吸收存款的村鎮銀行進行了瘋狂的擴張，受害者多達10幾萬人。為什麼說他聰明？因為他善於拉攏關係，膽子出了名的大，29歲就拿下了蘭衛高速項目，
後來又控制了多家村鎮銀行。要實現這些，單靠一個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，還得搞定了多大的一個關係網啊！為什麼說他聰明？因為他早就料到了這一天的發生。他的國籍早已改成了塞浦路斯這個不起眼的地中海島國，卻是英聯邦國家歐盟成員。他的護照可以免簽全球171個國家和地區。就在村鎮銀行正式爆雷之前，他已經成功逃往了美國。此刻中美之間沒有引渡協議。那最後一個關鍵問題，錢能不能拿回來？這筆錢的關鍵在於它的定位。如果確實把它定位成了存款，那大家可以放心，存款是有保險機制的，最高賠付50萬。但如果不是定義成存款呢？26，年輕人，20歲到30歲這10年，一定要完善自己的認知。什麼是完善認知？就是建立你自己的真相規律體系，只研究本質的規律和方法論，別的東西都是假象，學了不光沒用，還容易中毒。假傳萬卷書。27，本質有哪些呢？戰爭的本質是資源的佔有，愛情的本質是滿足擁有，人性的本質是生存需求，商業的本質是等價交換，金錢的本質是價值，關係的本質是互相利用。所以一定要通過現象看本質，追求重點，抓核心。28，為什麼不要隨便去教別人知識？《論語》裡有句話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意思是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卻不得其解的程度，不要去開導他；不到他心裡明白卻不能完整表達出來的程度，不要去啟發他。如果教給他一個方面的東西，他卻不能由此推知其他3個方面，那就不再教他了。學習最重要的是舉一反三和自我思考的能力，而絕大多數普通人恰恰缺乏這2種能力，而且毫無主觀能動性。你教他，他也不學也不會，既浪費你的時間，也浪費他的時間。29，能夠脫胎換骨的人，都是認知可以無限打破的人。光打破還不夠，還要把自己打碎，打到沒有了才能重新建立自己。事實上，你大腦中的想法很多并不是你自己的，而是你從出生開始就被身邊的人給你植入的，這就導致了人只能被植入同一階層人的思想，重複這一階層人的命運。你就是你身邊人的複製品。打破階層固化的核心，就是你得先打破你階層固化的大腦，把你大腦中那些底層階級的思想剔除，再重新植入頂層階級的思想。但這恰恰是最難的，因為大多數人看到和自己過去觀念不同的思想時，第一反應就是拒絕、反對，甚至罵街。一個人只有否定自己大腦的思想，才有機會打破階層思想固化的顽疾。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。30，什麼是靈魂？正直、真誠、洞察力、閱歷、勇敢的心、犀利的目光、憂鬱的眼神、心底的慈悲、廣博的知識、孤單的身影、敏捷的思維，這些優秀的品格就是一個人的靈魂。而這一切，你都無法看到，只能感受到。當靈魂扣動靈魂，自然就產生了愛。31，什麼是人格魅力？一個真正成熟的人，一定是極具人格魅力的人。這種人場能很強，你一靠近他，渾身都會很舒服，因為你的能量管道會自動被疏通。他極溫柔，極具同理心，他可以隨時洞察你的想法，並且認同你，給予你肯定的同時，引導你做更好的自己。因為你經歷過的、沒經歷過的，他基本都經歷過。32，你會被環境同化。身處在思想認知低下的環境中，你就會被同化。你接觸什麼樣的人，就意味着接觸了什麼樣的思想認知信息。思想認知有傳染性，會滲透到你的潛意識，不知不覺完成意識的替換。所以，警惕那些攜帶劣質低質思想認知的人。我們不是針對他們的人，也不會人身攻擊，只是警惕他們的思想認知。我們尊重人，也友善待人，但對思想認知這個東西，必須慎之又慎。你潛意識裡裝着的信息，決定你的大腦產生什麼念頭、想法、圖像和畫面。而這些念頭、想法、圖像和畫面又激起你的情緒感受，影響你的決策。決策加上情緒加上行動，這等於結果。錯誤的低質量的潛意識生發出錯誤的決策，得到錯誤的結果，甚至災難性結果。所以我們要跟優質的人在一起，不是因為他們肉體多麼優越，而是他們的思想認知非常優越，可以給咱們這身肉體軀殼傳輸先進的信息。要讓自己被人才包圍。33，在拒絕別人的時候，一定要果斷一點，不行就是不行，哪怕委婉也得給個明確的答復，不要模棱兩可。給別人念想，找你辦事不行，人家還有機會找別人。你拒絕的態度不明確，讓別人在你身上耗費時間和金錢，最後別人事情迫在眉睫，你兩手一攤說不幹，或沒能力幹不着，讓別人如何挽回損失呢？這種該拒絕又把別人吊着的人，遲早會被人報復。你這不是在坑人嗎？如果你遇到類似的人，我勸你最好不要交往，他不僅會給你制造麻煩，也會給自己帶來麻煩。情感方面、生意方面都應該這樣，給別人一個明確拒絕的態度，斷了他的念想。耍心機玩弄他人，拿別人當備胎玩物，給別人帶來損失，那是在積禍。34，終身學習。你工作之餘有精力，一定要終身學習；學習之餘有精力，一定要把所學應用在實際的工作和生活中，不要讓自己閒下來，不斷的工作賺錢、學習健身，
每個小時都別浪費。這個道理我們都懂，但是你反思一下，你的生活是除了工作就是學習嗎？死磕自己，把時間都有效地利用起來，很多年後你會慶幸自己日日不斷地精進。35躺平不可取，要用發展的眼光看世界。那些不知道發愁的年輕人基本都是傻瓜，這代表他們看世界的眼光還停留在一種童話幻想狀態。上世紀80年代有萬元戶，有些人當時就覺得自己已經財務自由了，不需要發展了。他們的孩子也一樣，剛攀上幾年望了一眼就開始自嗨了，覺得自己的餘生可以享福了。殊不知他們只是在特殊的年代稀里糊塗僥倖謀得了財富，卻完全不懂這個世界的發展規律，於是在80、90年代就選擇了停止發展，後果可想而知。在一種自嗨自滿的狀態下，他們被遠遠地甩在了時代後面。某種意義上，愁代表着清醒，意味着你知道自己是幾斤幾兩，也就懂得如何去努力付出，才能獲得想要的一切，就會珍惜一切。人生任何情況下，手裡握着一把好牌都不要去自嗨自舔，要清醒地選擇繼續發展；手裡握着一手爛牌，也不要自暴自棄，要一點點出牌換牌，爛牌用心打也可以打得出彩，謀一個精彩的牌局。